这里就是甜心今晚要做直播的地方，魏明中学废校奇谈的发生地。这个校区虽然已经不再使用了，但附近还有不少小餐厅。外卖员们会在下午没什么外送单子时，在这一带睡个午觉或者打打牌。不久前，他们注意到一件怪事。有几个胆子大的外卖员就好奇地进来看了看。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直到有个人打开了灯，灯忽明忽暗地亮了几下，然后啪的一声就关了。这件事经过互联网的发酵，就变成了都市奇谈。喵喵，过来。你还有没有小伙伴啊？把他们也叫过来吧。没错，这背后就是一种科学道理，而且我已经猜出来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记得，有个孩子还把我写进了一件难忘的事作文里，让我在全校出了名。从此，我就从善如流，接受建议，再也不挑鬼故事的推理漏洞了。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吗？一般来说，灯忽明忽暗有几个原因：灯管老化，附近有用电大户，电压不稳，或者是电路老化。虽然这个老校舍的灯管确实存在老旧的问题，不过加上校舍外的猫狗都不肯进来，二者结合，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电路老化。门口附近的电路老化漏电，导致那一带的地面带电，所以灯才会忽明忽暗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等事情结束后，我们打电话报修，然后再多喂他们一点猫罐头吧。这里太安静了，如果我们跟踪它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有监控设备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方便地观察它的一举一动了。来，这只耳机你戴上。声音也会和图像一起同步传输过来。
他来了。反正摄像头和窃听器都已经安好了，我们先撤出去吧，从监控观察他就好。画上没有做旧的痕迹，如果有新的话，一定能发现这幅画有些突兀。他这么做有什么用意呢？想通过画暗嵌什么信息吗？拄拐老人、婴孩和青年。神话中，俄狄浦斯猜出了谜底的答案，斯芬克斯因此羞愧万分，跳崖而死。等等，画的角落好像有签名一样的东西。Fi。目前还不好说。他要开始直播了，我们先看直播吧，也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其他异常举动。不对，他又往挂画旁贴了什么东西。窃听器回声，是有杂音混进来了，我清除一下。是相同的信号。哼，他刚刚装的应该也是窃听器，我猜，应该也还有摄像装置。看来我们等下有不少问题可以问他。